F-14在火力军眼中是世界上最漂亮的战斗机，没有之一。它不仅颜值在线，性能也相当能打，可以说在早期的4代战机中就没有 F-14的一河之将。但是就是这样一台又好看又能打的战机，最后却落得个淘汰的下场。虽然官方宣称淘汰是因为 F-14的运营成本太高，但是火力军要说运营成本就是个借口。实际上，如果 F-14继续发展，不仅比现有的大黄蜂更好用，还有可能直接挤掉 F-35C 的航母份额。在聊 F-14究竟为什么被美军狠心淘汰之前，我们先得了解一下 F-14在海军航母战斗群中究竟是个什么性质。很显然，喜欢 F-14的朋友可能都会知道，在海军的 F-4已经略显老态之后，美国海军急需一款制空战斗机。这个时候，因为麦克纳马拉通用想法的作祟，所以海军不得不捏着鼻子接受 F-111土屯的海军版本上舰，作为一种舰载战斗机、战斗轰炸机。但是 F-111毕竟是为陆军战术轰炸机设计的底子，在这个关键节点上，苏联拿出了一种可以威胁美国航母战斗群的大杀器——可变后掠翼的图 22M 和其搭载的 KH-22风暴重型反舰导弹。图 22M 可以在可变后掠翼和强大发动机的加持下，轻而易举地突破美国航母舰队的防空圈，抵击目标发射最高速度 4.6 马赫的 KH-22重型反舰导弹。这种导弹只要脱离载机，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100%拦住它。而一旦它命中航母，那么只需要几发就能打沉诸如 CVN-65 企业号这样的大型核动力航母。对于战斗群中的其他战舰来说， KH-22只需要命中一发就能让他们丧失战斗能力。而作为一架轰炸机，图 22M 的航程简直大的逆天。从苏联本土基地起飞的逆火可以完全覆盖北冰洋、波罗的海、黑海、鄂霍次克海和日本海，而得益于 KH-22的射程，图 22M 甚至可以对北海、东地中海以及北太平洋上的航母也能形成威慑。那么问题来了，拦截导弹不太可能的情况下，想要保住航母战斗群和航母本身，唯一的方法就是击落导弹的载机，也就是可以超音速突防的图 22M 逆火。逆火本来就是一架轰炸机，没什么机动性，全靠傻快。这么说来，似乎 F-111上舰也可以解决这家伙。但是问题在于，虽然图 22M 的机动性不强，也没什么对空能力，但是并不代表它的伴随战斗机不会把海基 F-111这头海猪给拆个4分5裂。所以海军未来的战斗机是要偏向于截击机，同时又能兼顾一定格斗性能，最好装备远射程先进导弹的异形战斗机，而这也是 F-14的主要诞生原因。所以这也是我们能看见的 F-14最终形态，无源相空阵雷达加6枚 AIM-54 不死鸟提供的多目标截击能力，可变后掠翼和中央升力体提供的高速飞行和低速格斗兼容，这就是 F-14，一种专门为拱卫航母战斗群而生的双发重型舰载战斗机。这也是世界上第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舰载第4代战斗机。那这样一款优秀而先进的战斗机到底是为什么会被淘汰呢？别急，在解释这个问题之前，火力军先带大家来驳斥几个在 F-14退役问题上的谣言。首先就是有很多人声称 F-14是一款纯粹的高空高速截击机，为了配合它，海军航母还需要额外使用 A6 天袭者攻击机和 FA-18A 大黄蜂多用途战斗机来进行俗称搬炸弹的对地攻击任务，而 F-14只能执行截击任务，
而又因为其空中格斗能力不如其他4代机，所以海军淘汰这样一型任务单一的战斗机势在必行。但这种言论实际上一看就知识不足，因为异形战斗机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可以在后续的改进中来获得其他能力。比如在 F-14 最后一个服役型号 F-14D 中，它就可以很出色地执行对地攻击任务。因为在1996年6月，舰队全天候攻击机 A6E TRAM 即将退役，所以这个时候F-14D 就改装了 Lantern 吊舱来执行对地攻击任务。这个吊舱的控制由后座的 RIO 来控制，几乎完美复刻了以色列的 F-15、F-16 的前座飞行后座对地的高效布局。同时 Lantern 吊舱不仅兼容那个年代海军几乎所有的现役对地攻击弹药，它的改装也非常便捷。吊舱是固定安装在右侧一套下挂架，物理安装完毕后，只需要在后座布线，并且在机载电脑里刷进对地攻击系统即可。在装备 Lantern 吊舱后， F-14D 于1998年12月打击伊拉克的沙漠之狐行动和之后的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都执行过对地攻击任务。不仅如此，作为一架载重优秀的重型战斗机，在90年代 F-14的对地挂载也远超 F-A-18， 可以直接和 A6 掰手腕。比如在执行对地攻击任务时， F-14就可以使用机腹挂架，以 3×4+2 的布局携带14枚500磅 Mk82 航弹。虽然对比 A6E TRAM 的28枚 Mk82 的野兽挂载少了一半，但是在这个载荷下， F-14依然可以在两侧一套下挂架携带2枚麻雀2响尾蛇导弹，共计4枚空导弹自卫。带了 Lantern 则少一发中距弹，而28枚挂在方案下的 A6E 遇见敌机就只能掉头就跑。更何况 F-14的14枚500磅挂载方案，其航弹挂架全部位于机腹中央，2个发动机舱之间。由于其中央升力体的布局，在这个位置上安排航弹，对于 F-14的气动影响是较小的，所以除了挂载所带来的额外的死重外，化身炸弹卡车的 F-14可以保持和平时空对空挂载一样的手感，这对于飞行员的操控来说非常有益。而反观这个时期的大黄蜂，即使是较为先进的 FA-18CD 型号，它的挂载也只能集中于2翼，一侧可以携带1+2+2共5枚 Mk82 航弹，总共载弹量10枚，并且全是机翼挂点。不仅载弹量少于 F-14， 在翼下挂载航弹会造成明显的气动问题，每抛投一发航弹，机载计算机都要重新计算前后左右的重量配平，会对飞行员的操作手感造成显著的影响。并且更致命的问题是 FA-18 还无法利用其机腹挂架，这是因为 FA-18 一开始就是作为一款低端舰载多用途战斗机设计的，它不仅最大速度远低于 F-14， 它的载油量也远低于 F-14， 这也就导致其满载状态下作战半径低得可怜。本来这不是什么问题，毕竟航母战斗群的飞机都可以进行伙伴加油来提升作战半径，但是对于 FA-18 来说，它低得可怜的载油量和航程导致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它永远无法脱离副油箱进行任务。所以你们也能看见，即使到现在的 FA-18EF 超级大黄蜂，我们也很难看见它的机腹下不带副油箱执行任务。更可笑的是，由于在一开始并没有考虑到要为机载红外设备，也就是 IRST 来预留挂架，所以为了不占用导弹的挂架，再加上 FA-18 航程短的几乎不能离开副油箱飞行，所以美国海军为 FA-18 升级 IRST 的方法是在副油箱前面塞上 IRST， 后半部分依然来装油，所以超级大黄蜂上就出现了非常奇特的奶头副油箱。看到这儿，可能有人就要问了，那副油箱都是可抛弃的，海航就不怕有人战斗时抛弃副油箱，连带 IRST 一起报废吗？其实这个问题不用担心，
如果在战斗时抛弃了副油箱，那么大黄蜂大概率是飞不回航母的。所以下次各位也别笑米格29是什么机场保卫者了，毕竟在大洋彼岸，他还有个异父异母的航母保卫者二哥呢。在退役 F-14的各种呼声中，还有一个经典言论是 F-14的空战能力，尤其是格斗能力不行。格斗能力不行这个问题，火力军承认这确实是 F-14的问题。虽然有可变后掠翼可以在战斗过程中弥补一部分气动缺陷，但是这毕竟是一架重型战斗机。在世界上那么多双发重型战斗机中，除了5代机之外，也没有几架是格斗能力特别出色的。更何况 F-14一开始的设计就是为远距离战斗而生，而不是一种轻型格斗取向的战斗机。毕竟在海面上没有陆地上那么复杂的低空电磁盲区，想要躲开6发不死鸟，在30千米以上的迎头射击还真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一种运气问题。而说 F-14格斗能力不行的言论，通常都会带上超级大黄蜂由大边条翼加大机翼展弦比加全向格斗弹带来的出色的亚音速格斗能力。在这一点上，火力军也觉得，因为超级大黄蜂出色的可以说是对比其他大黄蜂重新设计的机体，给它带来了相当优秀的空战格斗能力。在一个假设的 AA 挂载1/2燃油存量的情况下，超级大黄蜂的机头指向、顺盘稳盘角度、可控迎角等都优于 F-14，甚至可以说优于绝大多数4代机。但问题是，马上都要2024年了，想要在海上把目标拖进狗斗距离，属实有点天真。更何况，现在超级大黄蜂使用的 AIM-120C 和 AIM-9X 的强搭配， F-14照样也可以用。双方都使用中距弹对射， F-14的高空高速性能反而可以更快地进行机动规避，甚至捕捉到对方中距弹的机载信号后掉头跑路，脱离中距弹的最佳射击保险。而由于美国海军过于重视起降性能，导致即使是超级大黄蜂，它的跨音速机动性也烂得一塌糊涂。在这种情况下，它想脱离中距弹的锁定反而不会很轻松。在火力军这么一番论述下，各位也应该能发现，在 F-14被裁撤的90年代，美国海航并没有可以和它匹敌的战斗机，而即使到了超级大黄蜂服役的现在，只需要将 F-14的航电系统和超级大黄蜂提升到一个水平，双方来一场斗兽棋，鹿死谁手也尚未可知。所以各位想必也不难理解，在《壮志凌云2》中到底为什么要安排一场 F-14和苏57大战一场的戏份，因为即使是超级大黄蜂来了，它的战果也不会比 F-14好到哪儿去。那这么优秀的 F-14到底是为什么会退役的呢？可能还有人要说是因为维持 F-14机队的成本太高，但实际上无关机队成本的问题，最大的问题还是来自于苏联。由于苏联解体，图2.2M 的威胁不在，美国海军突然发现自己的舰队防空圈实际并不需要防空，而是需要面向反导方向来应对岸基的反舰巡航导弹或者反舰弹道导弹，而超音速轰炸机突防的威胁也就烟消云散，自然也就不需要一种可以在第一时间赶到超音速轰炸机面前并将其消灭的飞机。所以大黄蜂飞得慢飞得低并不是什么问题，在这种状态下，维护成本只能算是一种借口而已。而且大黄蜂和超级大黄蜂并没有多少血统关系，两者可以称得上两架完全不同的飞机。考虑到这点，实际上超级大黄蜂的服役成本优势也完全不存在，因为 F-14是1974年服役的飞机，在冷战最前沿高强度对抗了30年，其维护成本自然非常高昂。如果 F-14可以像大黄蜂和超级大黄蜂一样，通过2次改进设计变成超级熊猫，那么它的维护费用也不见得会比超级大黄蜂高到哪儿去。正是因为美国海军部和国会的短视，美国海军航母失去了一款地球上最先进的舰载战斗机。这并不是火力军的空穴来风，而是在 F-14即将退役的2000年左右，格鲁曼公司真的设计出了一些 F-14的全新改型，其中比较可靠的是类似于大黄蜂至于超级大黄蜂关系的 ST-21。
它通过对 F-14换装 APG-71，并且更新发动机到通用电气 F-110GE-429发动机，让 F-14可以变成一种更加暴力的高空导弹。两台 F-110GE-429发动机可以为 F-14提供 1.3 马赫的无加力巡航速度，并且它还带有矢量推力喷口，可以进一步补强 F-14的近距离格斗能力。在设想中，这个 ST-21 的熊猫改进型会更偏向于空战，而舰队的对地打击能力则会由一种被称为 AST-21 的改版来实现。它安装了海军下马的 A-12 复仇者2的有源相控阵雷达，所以实际上它应该被写作 AST-21， 是一种攻击机版本的 F-14改型。虽然这两种改型听起来有点虚无缥缈，但是技术上并不难实现，而且这个计划还考虑到了成本问题。如果美国海军真的采购了 ST-21 和 AST-21， 那么所有的两型战斗机都可以通过现役的 F-14D 的机身进行重构。不过这只是熊猫的改进型，格鲁曼公司还有一款图纸中的超级熊猫 ASF-14， 这架飞机就有点超级大黄蜂的意思，是在 F-14的基础上全新设计的飞机，和最开始的 F-14除了外观之外没有什么太大的关联。在一些信源的声称中， ASF-14将会使用和 F-22 一样的两台带有矢量喷口的 F-119 PW100。在这两台发动机的推动下， ASF-14的无加力超巡速度将会被提升到2马赫。在这个速度下，制约 ASF-14 更进一步提速的不再是动力，而是它机体结构本身和空气摩擦产生的巨大热量。除此之外，由于矢量喷口和更新的气动设计， ASF-14 甚至可以实现纸面上77度的持续攻角，远超目前超级大黄蜂约50度 F-35 飞控允许的55度持续攻角。而这也就意味着它可以轻易做出诸如眼镜蛇、落叶飘、钟摆等过失速机动，而这样的机动性也就意味着它会是世界上机动性最强的重型舰载机。这样乍一听，似乎 ASF-14 真的有了一些重型舰载5代机的味道，但是实际上，假如 ASF-14 真的被设计出来，那么海军的航母就不会为 F-35C 预留哪怕1平米的停机坪。这是因为 ASF-14 的重构会让液压电气系统操控的飞控全部变成电传飞控。与此同时，某些结构件也会变成复合材料，比如金属、塑料加碳纤维的设计。这不仅让它拥有更轻的重量和更轻的手感，还可以大大减少 ASF-14 的雷达反射面积。只需要进行一些传统的隐身处理，比如涂料、内埋式的 DSI 鼓包进气道、倾斜垂尾、内置武器舱和蒙皮锯齿接缝等工艺， ASF-14 就完全可以达到 F-22 或者 F-35 等级的隐身性能。当然，熟知隐身和反隐身技术的观众都能看出来，这样的最佳隐身性能只能在 ASF-14 机翼最大后掠角时会实现。当 ASF-14 的机翼后掠角变小时，其雷达隐身性能一定会被破坏。但是火力军要说，世界上没有完美的隐身飞机，而 ASF-14 所能给航母提供的超大防空圈和超级载重，对比起最小后掠角时被破坏的隐身性能来说，反而不是很重要。尤其是 F-35C 这种废柴，内置弹舱小、飞行速度慢的情况下， ASF-14 的那一点点被可变后掠翼破坏的隐身性能反而是可以被接受的。毕竟 F-14 一开始就是以高空高速远距离截击为主，它预留了一个巨大的雷达罩，这个雷达空间不仅可以装下 AWG-9 这种机载相控阵之母，还可以轻而易举塞下现在 F-35使用的 APG-81。你可以使用 APG-81 和 IRST 的能力，配合 AIM-120C 甚至是 AIM-260， 在60千米甚至更远的距离上狙掉目标。那还需要在意一点点被可变后掠翼破坏掉的隐身吗？这样一来，如果 ASF-14 真的可以在00年左右被设计出来并且竞标成功，那么美军航母战斗群将会全是这种最先进的舰载5代机，而非现在的 F-35C。
可能真的有哪个平行宇宙中 ASF-14最终被研发出来，并且成为了美国海军航空兵的主力，继续拱卫着航母战斗群，免遭潜在敌人的威胁，度过下一个服役的30年。不过对比起这个画面，火力军更愿意畅想的是，在某个和地球一样的平行宇宙中，一架以 F-14为蓝本设计、携带喷气背包的 VF-0凤凰或者是 VF-1女武神，已经脱离了地心引力，看着卡门线从眼前缓缓升起。